周向南，听说你还是没安置。白小梅，安置。我居然穿到了自己写的小说《83年》里的周向南。喂，周向南，我和你说话，你听见没有？按照剧情，原主怕白小琴看不上自己，正准备低头说快安排了。周向南，你这样子真的很没礼貌哎！你再这样我生气了。我操，好痛！我真穿过来了。白小琴，你刚才说啥？我说，你现在是不是还没有房子？哦，对，暂时没安置。不过梁站那边说年后能安排临时工。临时工？你返程2年多了吧？知青办就给你等来一个临时工口子。2年零3个月，正式名额少，排不上。周向南，我今天是来相亲的，你往后到底怎么办？总不能结了婚还让我跟你一起等安置吧？我想承包东河罐头厂。承包？哪个厂？镇东头那个东河罐头厂。周向南，你是不是在北大荒待傻了？那厂停了半年，欠工人工资，锅炉坏了，机器也坏了。你一个返程知青，正式工作都没有，还想当厂长？厂房还在，锅炉修还能用，风口机也不是报废。东河、柳树、马桥几个村夏天番茄多，往年卖不出去就烂地里，厂子转起来，能救一批货，也能让工人有活干。我问的是你有没有饭碗，不是问你怎么救番茄。你不是问我以后打算怎么办？我爸说的没错，你们这些返程知青心都野了，不好好等安置，整天想着搞承包当个体户，说的好听，不就是投机倒把？进粮站当临时工，月月等转正，就叫踏实，守着一间能救人的厂不管，看着番茄烂在地里，就叫本分。你别把话说的那么大，粮站临时工再差也有单位，有粮本，有人管。你去碰那个破厂，欠债谁背，工资谁发，机器坏了谁修？我背，我发。你拿什么发？拿你身上这件旧中山毡？周向南，我今天把话说清楚，你要是年后进粮站，哪怕先当临时工，咱们还能处处看。你要是非去承包罐头厂，这门亲事就算了。那就算了。你说什么？我不去粮站，我要去东河厂。你以后别后悔，我不可能嫁给一个没粮本、没单位、没宿舍，还想拿一辈子赌破厂的人。我更不可能跟你一起背债。同志，面还吃吗？吃。原主为了一个饭碗低过头，现在我说什么也要把锅烧热吃下去。刚才闪过的提示里，东河厂就是来年夏天倒的，一边是番茄烂在地里，一边是省城副食品公司缺番茄酱，中间只差一间能转起来的厂。300块，够点第一把火了。白小琴嫌我没有铁饭碗，那我就让她看看，一口破锅也能烧出饭来。干什么的？找厂里负责人。负责人躲债去了，讨工资往左，讨平款往右，想看热闹站门口。我想承包东河厂。你，小伙子，相亲被退了也不能来破厂寻短见啊！哼，又来一个说大话的，先把欠我们的工资发了，再谈承包，3个月工资谁给？锅炉炉胆有裂，3号风口机停了半年，仓库里压着200多箱山楂罐头，玻璃瓶厂货款没结，工人工资欠了3个月。你打哪儿听来的？听来的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这厂还没死透。没死透也快了，机器不响，锅炉不烧，谁跟你玩？带我看车间。行，你要真不怕晦气，就进来看看。老秦，我说了，谁来都一样，3号机要修得换件儿。不是修机器的，是个说要承包厂子的。返程知青，周向南。我不管你叫什么，食品厂不是写标语的地方。锅炉、杀菌、封口，哪样糊弄，哪样出事。你想承包，先说你懂什么。3号机不是主轴废了，偏心轮定位不稳，压头垫片磨损，所以封口一边紧一边松。再硬开，
瓶盖压不平，货出去就胀盖。孙师傅，前头那2个师傅也是这么说的。你真懂？懂一点儿。我在北边食品联做过统计，也跟机修班混过几年。懂有什么用？厂里没钱，我们工资还欠着呢。我今天不说空话。第1步，清车间盘库存；第2步，捡锅炉修封口机；第3步，用旧番茄坯试做番茄酱。愿意回来干的，先按天日结。真日结？你知道厂里多少人？一天日结多少钱？张嘴就来。试工半天，每人2元。清场盘库检修，傍晚结。刘翠莲还在吗？你连刘会计都知道？厂里账要有人记，没有账谁都不信。周向南，白同志，你还真来了。昨天相亲被我拒了，今天就跑到破厂装厂长。我来谈承包。谈承包？你先把自己安置好呗再说吧。这厂欠债欠薪，机器坏，连我爸都说这是烂摊子。小秦，少说2句。一个没2本、没单位、没宿舍的返城知青，张口就要承包国营厂。白小琴，我有没有2本，不耽误我给工人发工资；我有没有宿舍，也不耽误这台封口机重新转起来。你拿什么发？拿这个，不够，再想办法。但今天谁干活，今天谁拿钱。周向南，日结不是儿戏，你今天发了，明天发不出，就是更大的笑话。所以我只叫愿意信第一天的人。明天的事儿，明天用活说话。行，我倒要看看，你这点钱能烧几天。年轻人，火可以点，别把自己烧没了。火不点，厂已经冷透了。你真打算明天叫人？不是明天，今天下午先清一遍车间，傍晚结钱，明天试修封口机。你知道叫老工人回来有多难吗？他们被拖怕了。厂里说过多少回发钱，哪回不是欠条？所以这次不发欠条。就凭你那点钱？凭钱也凭机器。机器响一次，人心就会动一次。我最多替你叫19个人，来不来我不保证。来一个，结一个。要是你傍晚拿不出钱呢？那你当众骂我，我不还嘴。明天别穿这身中山服，进车间衣服得脏。早就脏过。孙师傅，真有日结，别又让我们白干半天，最后给张欠票。都少说2句，人来了，先进院。今天不讲大话，清车间盘仓库捡锅炉试封口机，半天工每人2元，傍晚验工，刘翠莲记账，孙师傅签字，我发钱。欠的3个月工资呢？旧账登记，厂转起来后按月补。今天先结今天的钱。那你这不还是躲旧账？旧账我不躲，但你们今天如果不干，旧账永远只是旧账。厂子今天多转一圈，欠薪就多1分还的可能，厂子继续冷着，谁都只能拿欠条过年。愿意干的签名，不会写字儿的按手印，不愿意的不勉强。我烧锅炉，我看封口机，19个，开工。200多箱，全压这儿，难怪耗死。山楂罐头230箱，外箱炒笋21箱。老伙计，今天给点面子。评价秀的单放，劣评1只不许混进去。食品厂不是废品账，记住没有？看见没？松了，压头一偏，连盖就一边紧一边松。还真是这儿，垫片磨薄了，找旧皮带裁一片先顶。今天不求快，先求稳。你以前真在食品联干吧？干过，也吃过亏。啥亏？机器停了，人也会散，这亏不能再吃。周厂长，真开，低速。再来。赚了！3号机真赚了！喊什么喊？机器又不是你媳妇儿。
今日返岗19人，清车间、盘仓库、检锅炉、试风口机。孙师傅验工全部合格，每人2元，共38元。老秦2元，田小军2元，真给啊！你干了活就该给。明天还干吗？试产期间继续日结，但明天不是清灰。咱厂还有番茄，真能卖出去？有旧番茄批，够试一锅。真能卖出去？先做出能过孙师傅眼的酱，再谈卖。周向南，明天那锅酱要是做坏了，我照样骂你。骂归骂，锅得烧。第一笔日结发出去了，第一台机器转起来了，接下来该让东河厂重新出货了。秦叔，今天真试产？孙师傅说是，那就是。反正昨天钱是真给了。周厂长还没来，他来了也不是神仙。今天这锅酱做不成就是做不成，谁说情都没用。那就做成。先别说满，旧番茄批在仓库，酸得很。做样品，不出货。哼，还算没昏头。这还能做酱？酸重，没坏透，做样品可以，出货不行。今天只做样品。糖少了。番茄酱送省城，不能做成糖水。番茄批酸，不压住，人家一尝就皱眉。酸能调，甜腻显得料差。这话谁教你的？北边食品联的老师傅。刘翠莲带人洗瓶，田小军看封口机，老秦小火顶水温，谁手脚不干净别碰料。这不都是东西吗？倒了怪可惜。水不去，酱不稠，酱不稠放不住。食品厂最怕的就是舍不得。孙师傅咋样？能送，能送不等于能卖。先让人愿意看，才有卖。这破瓶子早该扔了。送样只要20瓶，挑好的。这名是不是太大？不大。总比叫东河罐头厂番茄酱强。败家子！我不是临时工，你今天干活最多。我是技术员，技术员更要拿钱。往后厂要真活，技术不能再靠勤奋顶着，该多少钱就多少钱。明天去玻璃厂，先谈瓶子，再去省城。路费够吗？紧一点，够。爸，罐头厂怎么开门了？4号瓶3000只，低价归低价，也不能白送。现款1分8一只，赊账最少2分2。我先付50，拉1000只，剩下2000只，你给我留到正月16。要是我没来，随你卖。 50块就想压我3000只瓶？你那批瓶子压了3个月，占库房。东河厂要是拿下省城市销单，以后瓶子优先从你们厂走。你能代表东河厂？市承包手续年前走，镇里先让我负责复工准备。行，1000只50块，运输你自己想办法。
我找马车。周知青，你要真把这厂盘活，我以后叫你周厂长。先叫周知青。厂长太贵，我现在还担不起。爸，他这能成吗？不好说。一个返城知青，没单位没钱，能成什么？有些事儿不是有单位才成，烂摊子也分两种，一种是真烂，一种是没人收拾。我记得这里是片树林，后面有个山坡。慢点儿，慢点儿，慢点儿，别磕了，这都是钱。我记得1000只，碎了7只，路上颠的，不算我们。碎7只，从运费里扣3.5%，这哪有这么算的？以后还要拉，规矩先定，谁环节坏，谁承担。厂子要活，光讲情分不行。情分让人进门，规矩让人留下。东和红番茄酱样品12瓶，生产日期1983年腊月25。周知青，这4个字写出来怪不一样的，以后要让他名正言顺。明天真去省城去。找那个方志国。你认识他？不认识。不认识你就敢去？不认识才要去。人家未必见你。那就在门口等。等不到呢？等到为止。等到为止。厂里明天工钱还照发。照发。清平、洗平、修锅炉，能干多少干多少。钱呢？够3天。只够3天。省城这一趟如果没结果，厂里刚冒出的火很快又会灭。省城2.7块。样品箱能算厂里支出，这趟续费账本不认。他比谁都清楚，兴县的钱不能拿来给我省苦。啥宝贝儿，护得这么紧？番茄酱，几瓶酱还这么护着？厂子的命。同志，我找采购科方志国。有介绍信吗？没有。工作证呢？河湾县东河罐头厂来的，送样品。没介绍信不让进。能不能帮我传个话？采购科一天多少人送样？人人都传，我啥也不用干了。站这儿干啥？等。哼，等也没用。那也等。第一次来吧？没介绍信还敢来副食品公司？敢。方科昌出了名难见，你慢慢动吧。人生的一曲尽欢，悲歌曲调唱完。同志，麻烦您帮我把这个给方科长看一眼，就说河湾县来的，关于今年夏季番茄酱调拨缺口，有话想当面说。你咋知道有缺口？河湾县番茄多，省城门市番茄酱缺，一边烂一边缺，这账不难算。我给你递一句，见不见不归我管。谁是河湾县来的？我是。方科长让你上去。你就是河湾县来的？河湾县东河罐头厂周向南。东河罐头厂没听过。有生产许可证，原来有县里食品生产备案，恢复手续正在补。有检验报告，暂时没有。
有稳定产能，现在没有。那你来干什么？我来请方科长，请方科长看一个可能。我这里不缺可能，缺合格产品。今年夏天会缺番茄酱。谁告诉你的？没人告诉我。河湾县几个公社番茄种植面积扩得快，鲜菜收购吃不下。省城门市去年夏天番茄酱断过几回，一边缺调拨，一边烂在地里，中间差的是加工厂。你是厂长？不是。技术员？也不是。那你是什么？返城知青，临时负责复工。一个返城知青跟我谈全省调破缺口。返城知青也种过地，也进过食品联。番茄烂在地里是什么味儿？厂子停了，工人没工资是什么样？我都见过。报表上的缺口，最后也得靠一瓶一瓶酱补上。样品留下，能不能现在开一瓶？你怕我不给你看，我怕冷屏看不出东西。那怎么看？下锅。你还想在我采购科炒菜？不是炒菜，是酱。瓶子土，标签也土，只看外面，我们已经输了。但要是看酱，我想争一次。小刘，去食堂问问还有没有土豆丝。就这瓶，白纸标签，蜡封也歪，这包装也太土了。土不土，一会儿再说。比上回用俺食品厂送来的强，那个发库。酱熬的还可以，就是过筛不够细。设备旧，筛网旧，下一批换细筛，能再细一层。你倒会顺杆爬，问题摆着，不能装看不见。你们现在一天能产多少？现在只能小批量试产，一天200瓶以内，太少。给我15天，能到一天500瓶。凭什么？瓶子谈到1000只，正月前再补2000，人手能叫回30个。原料呢？年前用番茄批做小批量，明年夏天，河湾县鲜番茄能接上。我最多给你一个试销机会。多少？1000瓶。年前送到省城，2个门市试卖，货到验收，不预付。坏一瓶退一瓶，漏气胀瓶变味儿，全批退。想清楚，接了交不上，以后你再来，我不会见。我接。数量1000瓶，规格2两装，年前交货，单价2角6减。拿好，别丢了。一点情面不讲，情面救不了场，账能。成了吗？1000瓶。哇，省城真要咱们的酱！吵什么吵什么？纸呢？我看看。货到验收，不预付，年前交货。今天腊月27，还有3天。你接的时候脑子热了。周知青，这能干完吗？
能。怎么能？先把账摆出来。玻璃瓶1000只，已到。灌溉缺700，白糖缺2袋，煤缺半吨。人工3天，按30人算200多。运输到省城至少25。要不先做500瓶，市销单写1000就交1000，第一单打折，后面就没人拿我们当回事儿。钱呢？赊，全赊。能赊的赊，不能赊的写条子，条子写清后日期，写清担保货款。工资不日结了。这3天赶市销单，白天日结1元，剩下计件和加班，货款回来后一次结清。周知青，不是我们不信你，是我们怕了。这张单子压在赵德海那里，如果货款回来我不结，你们拿这张单子去镇经委告我。压我这里？你管仓库、识字、记账，大家信你。我记。我做保。我干。你来买什么？赊糖。供销社不是慈善堂。东河厂年前要赶1000瓶番茄酱，缺2袋白糖，年前结一半，正月16前结清。周向南，你现在连糖都要赊，还说自己能承包厂？会赊账，不代表没账。你要是交不上货呢？供销社去厂里要，我认。单子给我。2袋白糖，年前结一半，正月16前结清。爸，开票。谢谢白主任。谢早了，交不上货，这糖我照样去厂里要。应该的。好，好，真好！哈哈哈。谁让你们开机的？韩厂长来了。省副食品公司的单子。韩厂长，谁给你的权利开厂？这厂子有公章，有厂长。你一个反城知青，拿张临时证明就想当家？厂子停了3个月，工人工资欠3个月，镇里让我先组织复工，手续明天补。哼，复工可以，订单交给厂里，省城单子拿过来，后面的事我安排。你安排？要工资的时候你不在，干活的时候你来了，你咋不等货款到了再来？刘翠莲，你什么态度？正好，今天把账说清楚。赵德海，把欠薪本拿来。谁让你翻财务室？厂子要复工，账不能锁着。欠工人工资1862元4角，欠玻璃厂760，欠糖厂320，欠煤站190，库存山楂罐头230箱，其中68箱疑似账罐。财务室现金0。厂里困难，哪个厂没有欠账？有欠账不丢人，丢人的是机器停着，人躲着，工人拿不到钱。反了你了！韩厂长要是觉得我反了，现在可以去镇经委，也可以把工人叫齐，问问大家，是让你继续管，还是让我把这1000瓶先做完？韩厂长，这1000瓶做完再说吧。我只认机器转不转，工人有没有钱拿。你手上这张是抄件。行，你们做，我看你们怎么收场。开机。这张单子不只是省城的市销，也是东河厂第一次把旧账摊到阳光底下。不漏过。1000瓶真做出来了。做出来算什么？得卖出去。明早装车，先送省城。工钱呢？这3天日结部分今晚发清，记项和加班，货款回来当天结。
赵德海，你记记着呢。陶主任，他一个反城知青，绕过厂长私自结单，这叫乱来。你说，省城市销单1000瓶临时返岗工资表赊料欠条和货日，厂开没开起来？不看嘴，看这几张纸。韩立民，厂停3个月，这些账你以前怎么没摊出来？我那是等县里协调，等到工人没刷，机器生锈。1年是承包，安全生产不能出事，不能新增拖欠，旧欠薪1年补1半，全年税率1500，敢签吗？敢。节点完成，取得1年市承包资格，奖励兴县发展金120元。提示：1984年夏，番茄收购为关键节点。厂门开了，只是第一步，真正的仗在夏天。菜贩子昨天还说3毛2，今天就压到2毛8，想趁咱们熟了压价，没门儿。那东河厂收多少？1等硬果3毛，2等酱果2毛3，烈果5分，发酸发霉不收。周向阳，你这是趁火打劫，菜贩子都给过3毛2，你才给3毛。菜贩子只挑最好的，剩下的不要。东河厂按级收，2等酱果也收。你要比价，就把被谁不要的也算进去。说来说去，不还是压价？3天内能卖的尽量卖，别等雨。乡里乡亲，差一点也算1等吧。你自己吃不吃？那不一样。你不吃的东西，别想装瓶卖给别人。162斤3毛，一共48块6。没见过钱，我不赌，我家赌不起。真正懂风险的人，往往不是账本最多的人，是输不起的人。向南，再这么收2天，现金不够，够不够都要收。你真觉得要下大雨？预警在7月23日至27日持续强降雨。临时任务：72小时内完成合格番茄入场2万斤。我不是觉得，我是怕。怕什么？怕少收1天就多烂一地，也怕有人到了雨季再把错推给厂。他就是吓唬你们，天蓝着呢，凭啥说下雨？再等2天，菜贩子肯定涨。周向南，供销社收到反映，说你趁天气不好压价。瓶、盖、糖、煤、人工损耗都在这里，你可以看账，也可以看秤。我问的是，真烂在地里，你让农户怎么办？现在卖能换钱，等烂了，谁都没办法。你凭什么说一定会烂？平天。不涨价就别收。许大贵，就算你家10几亩拖得起，我们也拖不起。你拿了他的钱，当然替他说话。今天收购时间不变，堵门的按放弃今天号次处理，让开的继续排队。你吓唬谁？我不吓唬人，我只按规矩办。老许，你不卖，别耽误我们。天看着要变了。周向南，你记着，等菜贩子涨价有你哭的时候。刘翠莲，叫号。1班洗果，2班切块，3班跟我守锅，烈果不进库，来了就处理。
火够，水压也够。你不累吗？累。那你图什么？这场明天还开门。啊！人快熬不住了，中午前收购我就睡。你要是倒了呢？我倒了，孙师傅守锅，账不能倒，锅不能停。周厂长，还收不收？收合格的。有些裂了，裂果5分，当天能处理的收，发酸发霾的不收。5分太低，你可以自己拉回去。验果吧。孙师傅，抬抬手。我抬手，锅不抬手。够了！喊什么？锅里还没变成货呢。账本给的是钱，真正撑住场的是底线。周县南，你给我全收了！不收。那我家10几亩地就完了。你要是不收，我今天就堵死这门。前天你不是没机会，是想赌价。东河厂已经救了能救的货，我不能把全厂拖死，去救已经坏的货。你有厂，你当然这么说。厂不是我的，是大家的。里面老秦在烧火，孙师傅守锅，刘翠莲记账，几十个工人拿1块2块的工钱熬着。他们不是你的陪葬钱。许大贵，你家不卖的时候笑话我们卖早，现在烂了又不让我们卖，凭什么？你闭嘴！我不闭，我家的要钱是厂里按秤给的。今天这2筐没烂，谁也不能替我堵门。按标准验，按标准验。没错，合格的收，不合格的不收。这个2等浆果，这个裂果，这个发酸，退。能加工的按级收，不能加工的1筐不进厂。挑。明年还种番茄，来厂里领分级种植单，什么时候摘，摘什么熟度，厂里交。难道你早说，我就会听了？你未必听，但我还会说。路这么烂，没30我不跑。26，加2条烟，欠半条。你连半条烟都欠？货款回来补。行，你这周厂长当的比我还穷。别晒着，别磕着，到了让他们先看封口，破了的别赖咱们。1000瓶，外加备用20。出发。东河红潘氏酱还有没有？
红烧土豆放一点，颜色好，味儿也厚。卖空了。我要你们生产1万瓶，8月15前交第一批3000，月底前交齐，价格按市销价往下压2分。压2分，东河厂没法保证质量。省里不是只有你一家，省里也不是只有你一个采购，而且瓶盖、糖煤、人工损耗都很大。降1分，我咬牙坚持；降2分，我只能从糖和火候里省。但东河厂不省这个，那降1分，分3批交，第一批验收合格，结前一批70%。再加一条，破瓶胀盖，当日封存写箱号，不得混退。呵呵，你还防我？防糊涂账。1万瓶是喜事儿，咋被你写得像灾？喜事拆开就是麻烦，不把麻烦算清，喜事也能压死人。糖不能换差的，煤也不够，风口机再这么转，顶不住。账上现金只剩几百，所有东西差多少，今晚算清。库里4号瓶3000，5号瓶2000，剩下要等第一炉。4号瓶先给我，5号瓶改小包装价，先付30%，第一批货款回来结到70%。你这是让我跟着赌？不是赌，是长期买卖。这个锅180。130，外加东河厂给糖厂食堂供2个月番茄酱。你是来买锅，还是来拆我仓库？我来把你仓库里睡觉的东西变成钱。我得仓库变现。东河厂看着热闹，其实脚底全是欠条。薄冰上不能跑太快，也不能停。孙师傅，这点毛病不碍事儿，省城未必看得出来。省城看不出来，天热了也会替他看出来。我又不是故意的，我3天3夜没睡好。这箱拆，能返工的返工，不能返工的倒掉。我干了3天3夜。我知道，倒的是坏货，不是你的辛苦。人手不够，不只是人手，是脑子不够。不是骂人，以前大家只管自己那一把活，现在收购、生产、发货、回款、质量挤在一起，光靠喊不动。唉，我一个算盘也算不过来。技术上也不能只靠我一双眼睛，得有人学验酸，学看风口，学记锅。你愿意教？我不愿意教，你还能把我批成3个人用？美国原料需当季来源、等级、重量、下锅时辰，这哪是做酱，这是考学问。不会写的我教，名字不会写，按手印也行。我烧炉子也要签？要，只不是教你烧火，是替你说清楚，锅坏了不能一句作炉房没弄好就把错全扔给你。那我签。舌头不是让你们偷吃的，是让你们记味儿的。今天记住好酱什么味儿，明天一锅偏了，你就能先发现。这个酸尖，对，你以后跟我学检验。压痕不对，停一下。停机必损，不发钱。这次发名字，规矩不是一天立住的，一锤一锤才钉得进泥里。这是什么？锅号、日期、封口人、检验人，坏了能查。
这批比上批稳。不负，但活着。以前我只知道钱进钱出，现在看钱漏的最快的地方不是小偷，是糊涂。节点完成，建立基础生产秩序，奖励兴县发展金200元，解锁县印花厂标志改版线索，建议注册东河红厂标。向南，东河厂做的不错，县里都看见了。县里看见，未必都是好事。聪明，供销社可以帮你铺县里门市，省城也能地化，平、唐、煤有些关系也能想办法。条件呢？供销社统购统销，东河厂优先供县里，价格按内部价走。你个人这边，县里也可以考虑安置。供销社采购助理，干得好转正式。我爸也是为你好，正式工多少人想要都没有，你一点不动心？动过，很动，但是以前动过。可我现在手里有一口锅，锅热着，几十个人就有饭吃，让我用这口锅换一个饭碗，我舍不得。你胆子不小，胆子小，东河厂撑不到今天。行，你不进供销社，我不勉强。县里门市的货，按合同价谈。番茄烂了，对谁都没好处。那就让番茄别烂。周向南，你是不是还记恨我？没有。那你为什么总这么客气？因为我们本来就不熟。白同志，你没做错选择，我也只是换了一条路。你们卖的什么东西？我给孙子拌面，一开瓶一股馊味儿。大娘，我们这几天没进东河厂的货啊。没进，瓶子上不是写的东河红？这不是他们厂的标。坏了，一瓶酱坏了。不是酱坏了，是牌子要坏。没杀透，糖也不够，这个天放几天不坏才怪。谁干的？瓶底是三角印，不是河湾玻璃厂的圆点印。你知道哪儿来的？青山玻璃厂。守好厂，越有人砸牌子，咱们越不能停锅。大爷，三角印瓶子是你们厂生产的吧？这瓶子要是装坏东西出了事儿，查起来先查瓶源。你们卖给谁，总得有账。8月20，2000只城南日杂货寨。买货的人姓邢，说买去装山楂水。瘦猴邢，以前倒腾布头没邮票，韩立民跟他喝过酒。哟，周厂长，买什么？买个明白。这啥？你卖的瓶子，装出来的假东河红，我卖瓶子，人家装什么我哪知道？多了个魏字，就想糊弄人。我就是卖标纸，不是我装酱。谁让印的？明天我带这些东西去县经委、工商组、供销社、省城投诉一起交，到时候你说不说都一样。韩立民，他说东河厂以前就是他管的，牌子原先也是厂里的，不算偷。今天当众开瓶。东河厂8月21日2号锅，原料东河村2等酱果，掌锅孙桂臣，封口田小军，检验韩小梅。流转卡在这里。这个没有锅号，没有封口人，没有检验人，瓶底不对，瓶盖压痕不对。老百姓买酱，谁看这些？味道好不好才是真的。那就看味道。假货酸败。青山玻璃厂发货记录，
小河印刷社标纸记录，瘦猴行供出的存货地点。韩同志，你解释一下。血口喷人！韩哥，你别让我一个人背。印标的钱是你出的，配方也是你说的，你说番茄煮烂加糖就行，谁知道会坏？够了！东河厂旧账还没跟你算清，你又能弄这一出。省城门市配合下架假货番茄酱，但东河厂最好把标志改了。县里门市按这个人，厂标登记材料尽快备齐。坏事处理得好，也能变好事。7天内给省城补3000瓶新标货。7天可以，质量不降，价格不降。你现在也会卡我了，被假货教的。有桥标、有锅号封签、瓶盖平整才是东河厂的。那给我拿一瓶真的。这次假货差点按你们东河厂退货。假货不是我们做的，但牌子是我们没护好。会护自己牌子的厂才值得继续下单。桥标在左下，瓶颈上有锅号封签，无厂名无锅号，开瓶分水发酸，都不是东河厂出品。以后东河红进门市，谁收货谁签字，坏货不要怕退，假货不许糊涂收。你看看有没有漏？没有，很好。门市在县城，厂里不零卖。秦师傅，我们不是买酱，我们找周向南，找活干。这样的脸，我在原主记忆和现代厂区里都见过太多。返程了，却没有岗位，会写字，会算账，会修机器，却被一句未安置卡在门外。临时也行，我们不挑活。向南，账上不宽裕。我们工资刚稳，他们来抢饭碗。知青会写字，怕不是以后都当干部。东河厂不是安置办，也不是福利院，这里有活儿，但不体面。下车间、跑腿、修机器、背箱子，缺哪儿上哪儿。明白。试用1个月，日工资1块5到2块，坐不住随时走，坐得住3个月后签长期临时合同。有机会转正式吗？我现在给不了正式编制，但我能给2样东西：一是干活当天记账，不拖糊涂账；二是学到的本事，厂里认。本事怎么认？谁能把账理顺，谁就是统计；谁能把机器修住，谁就是维修；谁能把货送出去，把款催回来，谁就是经销。不凭嘴，不凭出身，凭活。你也是知青，北边回来的，那你该知道，我们最烦别人可怜，所以我不给可怜，我给规矩。雁道积灰太厚，热损大，我烧了半辈子火，用你教。秦师傅，我不是说你不会烧，我是说这道口子多年没人清。你刚来就挑毛病。挑的对，算有本事，但挑错了，你自己清3天灰。我清。同一户番茄重复寄了26斤。你说我算错？不是说你算错，是一个人忙不过来。以后你管现金和总账，我做户名、等级、拨号对照。吵可以，但吵完要把活变清楚。这就是想换什么？你们厂来求货，还这么横？没有，他嘴快，但心不坏。我不是横，我是怕你们晚1天，我们一锅货就卡1天，卡1天，省城就催1天，钱就晚回来1天。下回好好说。我学。锅炉烟道清出3筐灰，清之前
一锅水开要45分钟，清之后只要38分钟。秦师傅烧火没问题，是烟套多年没人清。收购账和生产锅号过去分2本，查起来慢。然后我按户名、等级、锅号重做对，发现上月重复记账3处，少记列果1处，合计差16.4块。刘会计不是算错，是忙不过来。以后我管备账，他管现金。省城南门门市嫌送货不准时，姚司机空车回来亏，我跟他谈好，去省城送东和红，回来烧供销社肥皂和搪瓷盆，车钱能降3块。这事儿能成？白主任点头了，前提是咱装车别误点。明年种番茄可以提前登记，谁家多少亩，什么时候摘，按什么等级收，先写清楚，省得到时候又堵门。以前厂靠几个人撑着，现在账、机器、供销、收购都有人接，这才叫骨架。你真敢用他们？我也是他们。白天还好好的，酱不能在锅里等1夜。硬开齿轮就废了，配件没有，机械站也关门了。我替你，差最后一点，你手上没数。建明哥，明天教我看轴承吗？你不是嫌我刚来指手画脚？嫌过，现在不嫌了。你是真会，会就跟着学，废话多。孙桂枝带韩小梅学检验，老秦带董守平学锅炉，李建明带田小军学维修，赵德带陈秋霞学总账，陈秋霞反过来教赵德好做对照表。徒弟还能叫师傅？谁有本事谁教。我想学会看收购票。以后可以不用按手印儿。东河厂做的不只是罐头，他把许多人从糊涂里一点点拉出来。这个给我留着点儿，上回拿它烧豆腐，我娘家人吃完还问哪儿买的，现在不好留，来晚就没。周向南，能不能走走？相亲那天我说的话很难听，过去了。对你来说过去了，对我不一定。我从小听见的都是正式工好，铁饭碗好，单位分房好，谁没这些，谁就不踏实。后来我才发现，我看错了。你没看错，那时候我确实什么都没。你有胆子，胆子不能当饭吃，可他能把饭做出来。如果那天我没有那么说，如果我愿意跟你一起试试，现在会不会不一样？也许会，也许会结婚，也许会吵架。你要安稳，我要折腾，到最后也未必好。你一定要说的这么明白吗？含糊才伤人。我也是供销社的人，做我该做的。还能凑合？凑合不了，压力表不准，灭军就没准儿。出了事不是坏几瓶，是坏人命。停锅！省城催货，县里门市也催，能不能先凑合几天？不能。听孙师傅的。这事儿怎么回事？不是我。那时候我男人病着，孩子小，我不能丢工作。这笔账早该改了。就是了，翻它干什么？不是为了翻旧账，是为了让厂里知道，技术不是背锅的。从今天起，孙桂枝任东河食品厂技术厂长，主管生产工艺、质量检验、安全灭菌，有权停锅、停机、退料。工资按厂内最高技术岗，每月52元。女人当厂长没听过？我听孙师傅的。我也听。技术上的事儿我早听他的，就是以前没人给名分。丑话说前头，我当这个技术厂长，
不是来当好人的。锅不够温，我停；封口不紧，我停；原料不合格，我退。谁求情都没用，包括周厂长，包括我。净写这些酸话。孙厂长，我以后能不能学更多？明早提前半个钟头来，先学看酸。本年度恢复生产9个月，累计收购番茄36万8千斤，生产番茄酱、整装罐头及调味酱6万4千余瓶。支付农化收购款17960元，支付工人工资、临时工日结及外勤补助11320元，偿还旧欠工资2400千元，上交税利1650元。马兰英，你说说今年番茄卖的怎么样？我家2亩番茄卖给东河厂400来块，够我儿子学徒吃用，也够给他爹看病。以前卖那几趟我没亏。我今年亏了，怪我自己贪价，也怪我不信邪。但后头挑出来的货，东河厂也按规矩收了，没少我1分钱。明年我还种番茄，按厂里的熟度摘。明年发种植单，愿意签意向的按等级保护价收，烂果还是不收。知道，别老提烂果。扣除成本、旧债、税利后，厂内存留盈余4867元6角，其中一部分做明年春季检修资金，一部分预备公盖、煤和种植指导，拿出720元发年终奖。我想买2斤肉，再买1本化学基础书，书可以，活儿别落下。年度皆节点完成，东河食品厂存活并实现盈利，稳定就业46人，季节用工73人，收购本地番茄36万8千斤，补发旧欠薪2400元，上缴税利1650元，奖励发展金500元。500元不多，可东河厂也不是靠一夜暴富走到这里。愿意种番茄的按村登记，春天厂里派人讲育苗、摘果熟度和分级标准。保护价真写？写。厂里压价，你拿表找我，你拿烂果来，我拿表退你。你这人一点便宜空子不给，不给空子才好，给空子最后都是老实人吃亏。不是预支，不是欠条，不是，现钱。厂子停那年，你爹也说等发工资买肉，后来没等着。别耽误活儿。我不是待业，我在东河厂做账。东河厂现在有起色，应该纳入县副食统一安排，单个厂子跑渠道容易乱。东河红这个牌子也可以改成县副食厂统一牌子。我说2句，供销社愿意铺东河厂的货，但前提是质量不能降，价格不能把人压死。我们要的是长流水，不是一锤子把锅砸了。省城愿意明年继续签走购合同，但若更换生产主体或降低质量标准，合同需要重新审核。东河厂愿意接受县里监督，也愿意走正规供销渠道，但我们提出3条：第一，县供销社和东河厂签代销与定量供货合同，价格按成本加合理利润核定；第二，省城副食品公司订单单独签购销合同，回款进厂账按月向镇经委报备。第三，东河厂继续试承包，自主核算，自放明位，县里可以派财务监督，但不插手日常生产和技术停机。税利呢？今年1650元已缴清，
明年按产量和营入核定，东河厂不躲。继续承包试点，不改厂牌，不换技术负责人，不强压内部价。我以前也想过摘番茄，我知道，现在不摘了。番茄长在地里，年年结果，摘狠了，明年没得吃。那就让它活。周厂长，县里怎么说？继续试承包，供销社、省城都签正规合同，厂牌不改，孙厂长不换。那咱们明年还能干？不是还能干，是必须干得更清楚。牌子挂多高？挂到人一进门就能看见。合同有了，账更不能乱。明年不是靠算盘硬拨就行了。所以从正月起，供销、生产、收购现金分4本账，月底对一次，差1分都查。我来做总对账。那我这个老餐馆还得跟你学，互相学。厂子活了，盯着的人就多了，以后靠的不只是胆子，是每一笔能查清的账。若梅，明天国营饭店有个饭局，相亲。我们周厂长29了，人是忙了点儿，脾气也不算软，但心正，就是那个东河厂周向南。相亲能坐得住吗？我听说东河厂年前很忙，我替他看半天账，这顿饭他必须去。周厂长，明天国营饭店你去。厂里还要盘瓶盖，瓶盖不会因为你吃顿饭就长腿跑了。年前订单还没完全定，别把自己熬成老锅底。人活着不光是佳美。周厂长也有被赶出厂的时候。行，半天。半天够了，你别在饭桌上给人家姑娘讲锅炉理论就行。听说东河厂很忙。忙？那忙得过来吗？一个人是忙不过来，不过现在是一厂人一起忙。那很好。周厂长，这孩子怎么追到这儿来了？什么事儿？省城方科长电报，春节前追加2000瓶小包装，机关食堂和3家门市都要。县供销社瓶盖明早到，问咱们能不能接。哪有相亲相一半就跑的？厂里可能得回去一趟。雪天骑车慢点，饭可以改天吃，厂里的锅不能改天烧吧？谢谢。周厂长，我是不是坏你事儿了？知道还跑这么急。电报写速回。走吧。大过年的也不让人歇口气儿。孙厂长，您骂归骂，走得最快。省城要2000瓶，年前交1000，正月初6再交1000。瓶盖明天到，瓶子够，糖还差3袋，没够2天。先排班，夜里不敢死攻，杀菌温度不能省。糖我去供销社谈，煤让老秦烧。陈秋霞单独立账，于成海明早去邮电所回电。是。这就是1年里最大的变化，不再是谁等我一个人撑天。糖分2次下，别贪快。田小军，封口机先空转20下。明白。困的去洗把脸，谁困的把瓶盖压歪，我照罚。夜班分2轮，第1轮做到子时，第2轮接，谁也不许硬熬。周厂长，年前订单，这样会不会赶不完？人和机器熬坏了，正月更赶不完。会挣钱的厂，不是把人往死里用。
年度主线延伸，车间保攻。提示：稳定比冒进更难。不用你说，我也知道。你怎么来了？今天不上课？陶主任爱人让我来看看，怕你回场后就忘了吃饭。我不是来催你相亲的，只是觉得你要是没人提醒，大概会把早饭也排到订单后头。周厂长，唐账要签。去吧，等这批货交了，我请你吃饭。别在锅边吃就行。瓶盖2300只，破损另算。我爸说年前货紧，东河厂这批优先验收。谢谢。邹向南，新年好。新年好。年前交1000瓶，备用20，箱号从年关1号到年关51号，谁装箱谁签字。我跟车去省城。单据你报警，少一箱，我追到省城找你。放心，我嘴快，腿也快。嘴快可以，账别快错。周厂长，这会儿路好走，保准年前送到。箱号都在，少一箱我给你急。你这张嘴，上车就能把人烦到省城。比起省城，更长的路还在这些空格里。姓名、村名、亩数、预计采摘时间。写了保护价，真算数。厂里开张算数，但分级标准也写在上面：1等硬果，2等浆果，劣果处理，烂果不收。我家8亩。你去年不是说再也不卖东河厂？我去年嘴硬，今年听规矩。听规矩，不吃亏。登记明年种植意向，咱们女人签也算。地在你家，谁管种谁来签。去年我只会按手印，今年我自己签。春天厂里讲育苗，你们都来，讲了能多卖钱，能少烂少亏，少亏就是多挣。快过年了，正好卖货，咋还停？人过年要歇，机器也要看病。他要是正月里倒下，谁替你挣钱？孙厂长这话难听，但对。建明哥，这个面片能撑到正月？能撑，但不能硬撑。正月初6前换。检修日期腊月27，责任人李建民、田小军。记清楚，以后机器坏了，别再一句老机器就这样糊弄过去。今天少做半天货，账上看着亏，但机器正月还能赚，就是赚。你现在也会说技术话了，跟孙厂长学的。少拍马屁。切。县里门市定量供货，门市不得私下加价，东河厂不得私下断供，原料、瓶、糖、煤大涨，3方重算。写进合同，已经写了。这份你拿回厂里，记得别再揣怀里，纸边都给你磨烂了。吃过一次没合同的亏，就知道这份纸有多重。明年你压力更大。我知道，别把东河厂做成某一个人的买卖。他本来就不是。林老师人不错，我不是打听，就是觉得像你这样的人不该一直一个人。我会认真考虑的。那就好。
有些人错过，不是因为谁坏，是两个人在同一张桌上看见的不是同一个明天。年前1000瓶，箱号在这儿，破损2瓶，已扣备用。周向南没来，厂里走不开。他说货比人重要，账比话重要。这话像他。小包装卖得快，机关食堂也催。年后那1000，别误，正月初6到，误了你找我。你做得了主？我做不了主，但我能把话带到，把车催到。东河厂现在不只是周向南一个人会说话了。你小子真能折腾，来一趟还不让车空回。空车跑，钱就漏了。周厂长说，钱漏的最快的地方是糊涂。行行行，别念经了，上车。明年还只做番茄，先把番茄做好。秋后是山楂和黄桃，量不大，先摸路。总算听见你说不大了，大话说多了费煤。他现在知道玫瑰了，每一项都有预算，先看钱再看胆。这才像厂。向南，这一年辛苦吧？辛苦，值吗？值。这批货交完了，年前1000交了，正月初6还有1000，所以今天这顿饭是插空，算是。那就吃简单点，别耽误你回厂。你不嫌？你要是嘴上说忙，实际游手好闲，我才嫌。现在是有证。我这个人，往后可能常被厂里叫走。那你要提前说，人可以忙，话不能糊涂。记住了。带回厂里，夜班有人能吃。你倒像厂里的人。我不是，但我知道热饭不能浪费。去吧。我还没说。你眼睛已经去了。刚穿来时，我只是一个被时代推到桌前的外来人。现在，我还没走出河湾县，可这些名字都跟我一起活过来了。年度主线完成，破厂复工，产业初兴。新县不再一日之功。人生的一许尽欢，一首情歌两。周厂长，第一锅看火。来了。拍两散，人生的一许尽欢。开工喽！我家多的。你现在也知道往厂里送东西了？少说2句。别又忘了早饭。周厂长，省城回款单到了。还有方科长捎的话，正月初6那批，门市等着。别光听好话，先看风口。火够，3号机稳。账等你签。他嫌我没有铁饭碗，可我后来才知道，饭碗不一定要别人发，有时候是一群人守着一口锅，一天一天烧出来的。